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1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35.10，收盘价是233.94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35.50，最低价是在231.29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9142.34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啊，它是有新低的出现，并且在200日均线值遇支撑，然后呢，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那留下呢长长的上影线，虽然看起来啊下方是有支撑，但是呢，当日的成交量是量缩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没有或者不出现一个补量的反弹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有下行的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27附近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42。实际在1月10日收盘价是在233.94，出现了下行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股价的下行，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相差较大，那它们的性质呢也是不同的。对，因为我们预测的大幅下跌是跌破前低的。那我们刚刚从K 线信息解读说，出现这样一根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虽然看似下方有支撑，如果不出现一个补量的反弹，会继续下行。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1月1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不变是228，跌破它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。这个多头趋势我们说的是自10月31日以来来看到的这种多头趋势。好，那么228被跌破之后，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06，然后第三个目标是194，这是这一波股价下行真正要到达的目标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目前是在下跌的行进中，上行我们只能说是反弹的目标。那么第一个目标就是241，对。那241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，这是前高。那如果我们从12月28日来看，这是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。那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啊，就是要到达这个位置，也就是站上它，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出现反弹。否则在到达241之前啊，股价依然可能会逢高而出现反转向下。
所以这是股价要站上的第一个目标。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的话，股价会继续反弹。那第二个目标就是265，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269，当然上方还有279。好，那我们说股价在到达265之前啊，会有几个强压力，一个是各条均线值，还有一个就是这条下行的趋势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下行和上行的目标的一个分析说明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目前股价的位置，说在1月10日生成这根含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啊，这是也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，我们把它称作叫锤子线。那锤子线它如果在相对较低的位置，那股价日后如果能够站上它的最高啊，那股价将会出现反弹。所以目前我们要设定的一个关键位置就是这个小锤线的最高在235.5附近。对，那这也是我们在1月11日盘中要关注的位置。我们调整一下这条水平线。好，那如果在1月11日盘中股价不能够到达这个235.5的上方呢，那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低，或者说是继续收一根像这样的一个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或者是小绿 K 线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能够在235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是极有可能会出现反弹而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的，甚至是接近241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出的，在1月11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235.5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虽然出现了一个锤子线，也就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或者叫变盘的信号 K 线，但是呢，我们会看到下方的成交量是量缩，并且当日又有新低的出现，所以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是不可以进场做多，也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，在技术上。好，这是多头，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目前在1月11日开盘之后，从235.5一直到241，这都是空头要守的区域。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228和跌破下方的或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。那目前这个缺口啊，将会成为股价下行的一个强支撑。我们把它定为强支撑，并不是说不可以跌破，而是它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志。对，它在这个前低的附近，也在这个低点的附近，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，是股价是很容易继续下行的。但是我们把它又称为强支撑是什么呢？就是股价有可能会回补这个缺口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去发生一个反弹，而出现折返向上。对，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越来越接近这个位置，它将会成为一个关键的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1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前高，也就是从235.5到237附近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上方的第一个目标是在241附近。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46到247之间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是231，在这个位置。第二个支撑就是228，第三个支撑是这个缺口225.55到226.5之间。第四个支撑是
250日均线值是在221附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继续下行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34，下方最低会回补这个缺口，也就是会到达225.5，可能会回补这个缺口的一半。对。然后呢，收盘会收在227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如果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下行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会出现一个补量的反弹。如果出现补量的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3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41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4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补量的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1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